其實一個小小的戶口本，利益非常大。你們好，我是 Edward， 今天我們聊一下戶口。瞧我手上的本子，戶口本，還有我自己的戶口的經歷。在我小時候，我覺得戶口就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圈。你們聽說過緊箍圈、緊箍咒嗎？看我背後，你們認識那個孫悟空嗎？《西遊記》裡面的孫悟空。緊箍圈就是孫悟空頭上那個鋼圈嘛。緊箍圈是唐僧送給孫悟空的禮物。唐僧有了這個緊箍圈，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孫悟空。就算孫悟空的本事再大，本領再高，也得聽師傅的話，服從唐僧的命令。如果哪一天孫悟空不聽話了，想造反了，唐僧就會念起緊箍咒，一段咒語，孫悟空就很疼嘛，不得不聽師傅的話，不得不服从師傅。那我為什麼說我們中國的戶口就像唐僧口中的緊箍咒，就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圈呢？我們先從戶口是什麼聊起吧，最後我們再講一下我自己的戶口經歷。戶口簡單來講是一種管理人的制度，這個制度規定了我們人屬於哪個地方。我們每個人的戶口呢，跟我們的出生地在哪出生的沒有關係，跟我們買的房子在哪裡也沒有關係。那它是由誰決定的呢？我們每個人的戶口由我們的父母的戶口決定了。父母的戶口在哪裡，我們出生以後的戶口就在哪裡。中國的戶口制度已經誕生了2000多年了吧。最剛開始就是由皇帝發明出來的。皇帝發明戶口就是為了管理控制他的老百姓。自從中國有了戶口，中國的老百姓就不能在我們的土地上到處自由的遷徙，自由的旅行了。這裡風好大呀，這裡是一個風口，風特別大。我們待會兒換個地方。我是在農村出生長大的嘛，所以從小開始，我的戶口就是跟隨我的父母在農村。也是從很小的時候，我就有2個對戶口的想法。哇，這資料叫得好響。第一個就是說，如果我的戶口在農村，那我一輩子就只能當農民，種莊稼、種糧食，而且每年辛辛苦苦收穫了很多糧食，還要上交一部分給國家，免費上交。第二個想法就是，當時農村的人到城市裡面去，需要政府開介紹信，證明你的身份，證明你沒有犯罪記錄。否則，如果一個沒有介紹信的農村戶口的人去到了城市，有可能會被公安局抓到監獄裡面去。當然，那個時候城市裡面的人也是不能隨便到處遷徙的，也需要工作的單位來開介紹信。所以小時候，為了逃離這個戶口這個枷鎖，我當時就有一個想法，我一定要考上大學。
去城市裡面工作。可是等我考上了大學，上了4年大學，畢業的時候，我卻放棄了戶口，放棄了我的專業，選擇了我自己喜歡從事的職業。因為我當時想逃避戶口這個東西，逃避戶口這個制度。我當時非常簡單，非常單純的覺得，只要我不去找他，他應該也不會來找我，也不能對我怎麼樣。後來過了10幾年，我才發現我錯了。大概10多年前吧，當時我結婚了嘛，準備開始要小孩子了。那個時候我才突然發現，如果我準備留在上海，準備要小孩，那戶口對我非常重要。因為在上海，就算你買了房子，如果沒有戶口，你的小孩子也不能去上那種公立的學校。而且最關鍵的是，小孩也不能在上海參加高考。我們以前聊到過，高考是中國所有學生的一道坎，也是一道橋。高考決定了中國所有學生的未來，所以考慮到小孩子的教育問題，我不得不考慮戶口的事情了。而且，戶口還影響了我們每個人的一個退休金政策。在中國，每個地方的退休金政策不一樣，退休金的標準不一樣。是不是戶口決定了非常多的利益？小孩子的教育，自己的退休養老金。其實一個小小的戶口本，利益非常大。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就開始準備申請上海戶口了。從2000年左右吧，上海就有了人才引進制度，就是上海會每年從外地引進一些人才，給他們上海戶口。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來，這個制度有很多的評判標準，對不對？一年有幾萬個名額吧，好像是。然後政府會評判你的學歷、你的薪資，就是你的工資，還有你工作的年限。為了達到這個標準，我在那家公司待了8年，不間斷的8年。因為你工作換的越多，風險就越多嘛。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怕夜長夢多，時間長了，工作換的太多，可能你缺失的資料、缺失的證明就會很多，風險也就越大。終於，在等待了6年之後，我終於上岸了。通過了審核，拿到了這個小本本，拿到了我的上海戶口本。也就是在那一年，我家的小朋友們正好上幼兒園了。這個小本子幫他們解決了上海的上學問題
和高考問題。當時還是蠻開心的，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，其實我還是蠻猶豫的。我這麼做值不值得呢？如果讓我在大學裡面重新選擇一次，我還是會逃避這個制度呢，去追求自己喜歡的工作，還是去追求這個東西呢？其實我現在也不知道。但不管怎麼樣，在中國，在上海，還是有很多人因為沒有這個小本本，買不了房子，上不了學，不能參加高考。還有很多人為了這個本子在努力。好了，今天我們就聊到這裡。希望你們喜歡這一期節目，也希望你們能更好的學習到地道的中文，了解中國文化。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